有竞争地方就会有生存法则，何况是在演艺圈。大家好，我是 Conny，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干货，如何将你写的剧本推销出去。大家都知道，一旦疫情过去，一旦影院开放，影院将大量的需要片源。虽然之前有积压了一批影片还没有播放，但是那部分影片一旦播放出去之后呢，后面就会有一个断档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办法拍摄嘛。虽然这段时间还不能拍摄，但这段时间可以先把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了。那我最近也收到了很多的剧本，可是向大家抱歉啊，因为在短期之内呢，Conny哥哥有自己的一些计划，暂时不会回到影视圈，所以也不会跟大家来推销剧本做制片人了。但是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如何把剧本推销出去，如何把你的剧组给它建立起来，因为这些是我比较擅长的事情。首先一点，你必须是很认真的写你的剧本啊，这剧本可不能是这个随便潦草的写的，是很认真的写的。很认真写以后，你需要仔细想一想，我能不能够用一句话就让别人明白我的剧本写的是什么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不管是什么人，当他一开始听到你的剧本的时候，他其实是没有兴趣把整个故事听完的，他只有一个兴趣，就是知道大概是什么。但是呢，你只要讲的过长，他就失去兴趣了。所以你必须要用一句话就能把你的剧是写什么的告诉大家。比方泰坦尼克号，你问我是写什么的，就是把罗密欧和朱丽叶放在船上，这就是泰坦尼克号的故事。古惑仔是写什么的？古惑仔更简单了，对吧？5个青春的男女在黑社会里面如何长大的啊，如何成长的啊，不是长大的，如何成长的一个青春爱情的黑社会片，对吧？黄飞鸿更简单了，就是把一个仁义的人，一个黑社会背景，换成了一个这个武侠的背景，那些人其实都是黑社会的人，端到武侠的背景里面，这就是黄飞鸿在写的时候他的整个结构。但是呢，你这个东西呢，你一旦说出去以后，大家都脑子里面会有一些概念，有时候他不认同，有时候他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，但是你成功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了，你一定要给对方的空间啊，这是很重要的，不要一上来就喋喋不休，啪啦啪啦讲了10分钟，大家也不知道你说什么给面子就是让你说下去吧，反正我也没有兴趣，不给面子的话2分钟就让你断了，哎，别说了，哎，听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你说完以后，他会说，这个好吗？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有兴趣知道了，所以一句话并不是让别人立刻肯定你，一句话是让别人对你有兴趣。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想好，这个骗子和过去以往骗子之间成功的因素相似的地方在哪里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有些人特别希望听到成功的这种翻版，比方说，你看黄渤没有戏不成功的，对不对？这是按黄渤来拍的嘛，对吧？这种模式一定能够成功的，对吧？这按照什么样的结构的这种东西，过去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成功的。有些人爱听这个，还有些人喜欢听什么？这是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做到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这个是你自己需要考虑清楚的。当别人有兴趣来听你的剧本的时候，请记住，一定要在家里面先练习好如何把整个故事讲给别人听，并且你要声情并茂，要非常的热情，要非常的自信，因为其实有时候别人听会走神的但是在走神的过程中，看到你这种神采飞扬，看到你这种自信的样子，他觉得有戏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即使呢他还没有办法找到他喜欢的点，但他愿意跟你沟通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会像你演的这么精彩，你知道吗？会像你这样表现的那么精彩。所以呢，你如何训练自己是一个很自信的状态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呢，以上这些呢，你都是自己在家可以做好的。后面的我要说的呢，那就是比较干货的部分了。很多人会在想，我找投资人应该怎么找？怎么找不是怎么找，怎么找，对吧？那大家幻想的都是一个
特别有钱的大财主，是不是？然后肚子大大的，要不然就是这个穿着西装革履的，对不对？坐在办公室里面，你要经过几道门才能进去的那种。不要被这种影视剧里面的假象给骗了，找背后的投资人不要那么麻烦，而且千万不要找这样子的人。这种生意人，你找他等于是自寻死路，因为他第一句话就会问你，你凭什么说你这个能赚到钱，对不对？电影行业现在的这个风险这么大，对吧？我请一个演员，万一说这个演员这个变小三了，变婚外恋了，对不对？我的投资不就全部下去了吗？你跟这种生意人你聊不下去的。你找什么样的人聊呢？有梦想，在这个行业里面将要变成这个，不是叫将要变成，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做得更好的人。比方说一个中等的知名度的演员，他肯定想变成一个高知名度的演员，跟这样子的人聊。或者是说也想变成编剧的人，或者也想变成制片人的人，也想变成一个影视公司老总的人，有梦想的人，跟有梦想的人聊天。你不要在乎他身上有没有钱，因为每个人，我们之前有6度理论嘛，对不对？你想遇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人，你通过6个人，最多6个人，你就能找到他了。所以跟这样子的人聊天，这样子的人在你身边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根本不愁钱的，钱会自动往你身上跑的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第一，找到别人的远期利益和方向，这是不是干货？这绝对是干货，因为我发现我以前所有的钱都是这么来的。一个演员，他想变得更好的演员，他会在想了，我的资源有哪些，对不对？我可能认识某某影视公司的老总，对吧？那些影视公司上市了，他必须要拍片子，他不拍片子没法向他的股民交代，他必须要做各种各样的宣传，所以他会发挥他的更大的力量。那一个梦想成为一个更好的制片人的人，那他会觉得说啊，你这个东西我出去说更有戏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角色。大家想一想，在整个剧组里面有多少种类型的人，他可以找到自己的角色，或者是说在剧组这个戏拍完了以后，发行方啊，或者是说这种院线里面的那些人，他梦想的还要成为更高阶的人，他们都是需要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能够成就他们变成更好的人。这种有梦想的人，大家仔细想想，路子太多了，人太容易找了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。哪怕你就是在微博里面、微信里面，对吧 ？B 站里面，你看到这样子的人，给他发一个私信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觉得你可以变得更好，利用这个剧我们共同成长嘛，对不对？利用这个剧我们共同成就自己的梦想嘛。当这个思维达成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发现很容易了，根本就不会像是以前片子里面说的那样，对不对？到某一个夜总会里面还要求这个大老板来投资一点吧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又是什么演员过去陪吃饭，不需要这么麻烦的。找到有梦想的人，那些钱会自然而然进来的。但是前提还是和大家怎么说呢？要好好的沟通一下，这个前提必须是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你不能是一个要赚钱的人，不然的话你会耗尽大家的精力，到最后这件事情还是一无所成的。必须这个剧本，至少在你这个阶段来说，你已经觉得足够完美了，并且你还要是个开放的人。如果别人对你的剧本有一些想法的话，你还要允许别人提出反对意见。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一般别人对你的意见特别大的人，他是最容易跟你变成合作伙伴的啊，哪怕他不是投资方，他最容易跟你变成合作伙伴的。一个对你的剧本完全没有意见的人，他们反而难，他们反而不太能够花费自己的资金或者是精力。好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。